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央视跨年王炸来了，赵丽颖携手黄晓明造成者，热血筑梦太燃了。造成者用真实故事和硬核演技再现80年代基层奋斗史。赵丽颖、黄晓明素颜搬水泥，农民白手起家建城镇，穷极赶得狠劲儿直戳人心。没有流量噱头，只要想干总能干成的骨气，看完让人想立刻去搬砖。有志者事竟成，这话真不新鲜，但每次听到还是忍不住脑瓜子一激灵。你说咱们普通人一辈子能干出啥惊天动地的大事？可能多数时候也就琐碎平常，跟造成改革八竿子打不着。但有些剧它偏偏就让你隔着屏幕心潮澎湃，热血上头。最近追的造成者就是这么个东西，直接把我看得泪眼汪汪，又憋着一口气想冲出去干点啥。讲真，这年头电视剧多得像超市里的泡面，一抓一大把。可造成者能在跨年档杀出重围，不靠小鲜肉流量炒作，也没啥狗血三角恋，就是硬核真实故事、扎实演技和那股劲儿。赵丽颖、黄晓明联手，把80年代那帮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倔强劲头演活了。说实话，我原本以为黄晓明还是霸总那一挂，结果人家这回真接地气，不装了，老老实实和赵丽颖一起摸砖搬水泥。剧情其实很简单，李秋平、赵丽颖是带着一群土里刨食的农民兄弟姐妹，在没钱、没技术、没经验的情况下，就愣是在滩涂上搞起了东港镇。你要说这不是魔幻现实主义，我都不信。但剧本还真是根据获奖报告文学《中国农民》成改的，全是扎扎实实的真人真事。最离谱的是，他们连国家资金都没有，还能创新集资合伙，自个儿拼死拼活搞建设。这种场面搁现在，谁信啊？可人家就是做出来了。细节控狂喜，光是拍抢水泥这一场戏，剧组请了老工人现身说法，用老式的棒过棒，2次误差超过20公斤就全体重来27条。导演也是真狠。还有那些道具，什么崩口红砖、锈迹斑斑自行车、工人指甲缝里的机油、食堂里白菜炖豆腐，那味儿一下把我扔回爸妈小时候。一边看剧一边脑补自己小时候跟大人抢萝卜头吃的情景，太有代入感。你别以为这是单纯怀旧卖惨，造成者把那会儿中国人的精气神给爬拉出来了。穷、急、赶，谁怕谁？遇到价格闯关的时候，钢筋价格一天一个样，从700涨到1100元吨，这换现在早崩溃哭晕在厕所了，人家愣是咬牙挺住，用折线图直接对脸观众，我们就是这样熬过来的。这种只给方式，哪怕你不是建筑行当，看了也得服气。演员方面，我得夸一句赵丽颖，这姑娘太拼，为角色增重10斤还素颜出镜。你仔细瞅她眼神里全是狠劲儿，一瞪眼仿佛下秒就能撸起袖子领大家去抢砖头。那种基层干部的倔强和温柔，全写脸上了。我平时对女主不太感冒，这回被她圈粉得死死的。而且剧情节奏紧凑，每句台词都像砸钉子，没有一句废话，每个道具都埋梗，看的时候总忍不住琢磨下一步要出啥幺移子。制作团队也是绝了，200多位亲历者，367小时录音存档，还原80年代预制版节点流程，每一本账本都能追溯到当年发黄纸张上的字迹。据说片场还被建筑院校拿来当教学基地，你说这还叫电视剧吗？简直半个纪录片。不仅好看，还长知识，比我上学时听课带劲多了。有意思的是，造成者没有套路浮夸，也不玩流量噱头，剧情全靠人物和情感推动，哪怕没有花里胡哨的大场面，也能让人心头暖烘烘的。有网友弹幕刷，看完想立马去搬砖。爷青回，这才是中国人的骨气，没有玛丽苏，没有撕逼，就是踏踏实实奋斗。我自己刷完几集后，也开始反思，
有时候咱们抱怨生活难，其实比起那代人，我们已经容易太多啦。而且吧，现在大家追剧总喜欢用手机刷短视频，那种碎片化快餐爽感，看完就忘。造成者让我安安心心坐下来，把手机放旁边，一口气看3集停不下来。剧里每个人物都是血肉丰满，有成长，有挣扎，有无数次差点放弃又死磕到底。你会觉得他们离自己很近，好像随时会从电视机里钻出来拉你一起搬砖修路一样。只要想干，总能干成。这句话贯穿始终，让我热血沸腾到晚上睡觉还梦见自己举着铁锹跑工地。其实说到底，造成者火爆不是偶然，是咱们骨子里的那份共鸣。奋斗、团结、不认输，这些品质被一次次唤醒。不管大环境怎么变，有些精神不能丢。有观众留言，感谢这个冬天有这样温暖励志的剧，让我们相信努力真的有用。我深以为然。不靠噱头，不玩虚假情怀，只用真实和汗水感动观众，这才是国剧该有的样子。央视跨年之夜向来被视为一年情绪与精神的集中出口，而造成者的出现，恰好踩在了这个最需要力量与希望的时间点上。当赵丽颖与黄晓明的名字同时出现在央视跨年舞台的片单中，很多观众第一反应不是热闹，而是稳。这种稳来自对演员、题材与表达方向的3重信任，也让造成者在尚未正式播出之前，就已经具备了天然的情感穿透力。从题材上看，造成者并不追逐轻松与猎奇，而是将镜头对准建设奋斗时代，选择这些看似宏大却极其贴近现实的关键词。造成表面上是修路、建楼、规划蓝图，实则是无数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一次次抉择、一次次坚持的集合体。这种故事本就适合在跨年夜被讲述，因为它回应的正是观众心中对未来的期待与对过往的总结。赵丽颖的加入，让这种逐梦叙事有了更加细腻、可信的情感支点。她身上始终带着一种来自真实生活的力量感，不是悬浮的理想主义，而是一步步走出来的笃定。她所擅长塑造的，从来不是完美无缺的英雄，而是在困境中不断自我修正、不断前行的普通人。这与造成者想要呈现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，也让观众对他在剧中的表现充满期待。而黄晓明的加入，则为整部作品增添了另一种厚度。他近年来在角色选择上的转向，让人看到一个更愿意沉下心与时代议题对话的演员形象。他所呈现的成熟、责任与担当，恰恰是造成这个命题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当这2种不同气质的演员站在同一条叙事线上，碰撞出来的不是对抗，而是互补。央视选择在跨年节点力推造成者，本身也是一种态度表达。他并没有选择最热闹、最轻松的内容作为压轴，而是把舞台交给了一部强调价值、强调长期主义的作品。这种选择在当下显得尤为珍贵。他提醒观众，跨年不只是狂欢，更是一次精神上的再出发。从更深层次看，造成者之所以被称为王炸，并不在于阵容有多豪华，而在于它回应了当下许多人的真实情绪。我们正身处一个变化极快、压力极大的时代，很多人对未来既期待又焦虑。而这部剧所传递的热血逐梦，并不是一句空洞口号，而是一种告诉你慢慢来，但不要停的生活态度。赵丽颖与黄晓明的组合，也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不同阶段、不同经历的人在同一时代坐标中的并肩前行。这种并肩，不是单一英雄的独角戏，而是群体命运的交织。它让观众看到，每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努力，最终都会成为时代进程中的一块砖、一片瓦。当跨年钟声响起，这样的故事更容易被记住，因为它不只是娱乐内容，而是一种精神陪伴。它陪你回望走过的路，也陪你想象即将到来的明天。在这个意义上，造成者并不是只属于某一年、
某一刻的作品，而是具有长久回响的表达。最后，也想借造成者与赵丽颖、黄晓明的这次跨年亮相，对所有观众说一句：无论你正在造的是一座城市，还是自己的人生，都不必急于求成。重要的不是一时的速度，而是方向与坚持。愿我们都能在新的时间起点上，带着热血与理性，继续逐梦，继续前行。哪怕过程漫长，只要脚步未停，终会走到属于自己的答案。不只是冒险。探索心境2为何让王一博被称为哲学型探索者？攀岩在掌控与失控间试探，失败为成功铺路。拓展舒适圈不是跳出，而是扩大，让挑战成为新的常态。王一博在极限运动中感悟生命哲学，用一次次试探突破自我边界。12月13日午间，探索心境2的第6集节目在腾讯视频上线。自探索心境第2季开播以来，获得了太多真实观众们的好评。这部纪录片作品更是在腾讯视频获得了 9.9 分的观众评分成绩，是目前腾讯视频评分最高的纪录片作品。为什么这部作品的观众口碑反馈这么好呢？原因就在于，它不仅仅是一档极限运动的纪录片作品，更是中国青年实力派演员王一博感悟人生的作品。在这些感悟当中，观众们经常可以聆听到一些具备哲理性的话语。比如说第6集的节目当中，王一博在进行深水埗时的极限攀岩运动的时候，对于攀岩这项运动本身，又发出了极具哲学概括力的话语：攀岩确实在掌控跟失控之间，慢慢去试探的运动。深水埗时这项极限攀岩运动本身，便具备着掌控与失控之间的试探性。探索心境节目当中已经呈现出来的那些攀岩运动，都是有绳索保护的，而到了深水埗时的攀岩运动的时候，则没有了绳索保护。一旦攀岩运动者没有抓稳岩石，就会出现掉落。好在岩壁的下方是可以承接人体掉落的海水，给了攀岩者最后的安全保障。正因如此，这项运动的掌控与失控之间的试探性就更为强烈了。如果我们去结合深水埗时的具体运动来分析这句话的时候，便会发现，这项极限运动当中掌握住的便是已经获取到的攀岩成绩，而失控掉的则是一次失败的经历，而这次失败的经历大概率上可以为下次的成绩做辅助与铺垫工作。反观成绩本身，似乎也都是这种一次接着一次的失控之后才最终掌控的。用失控去试探攀岩者的极限，最终便会试探出掌控的成绩。所以，掌控与失控之间，其实就是攀岩者最终获得胜利的不二法门。我们当然喜欢在掌控的范围内进行操作，但是如果我们只在掌控的范围内进行操作，那就不会拓展出更广阔的掌控空间来。也只有通过一次接着一次的失控，才能最终摸索出自身的能力极限来。生命个体如此，生命群体亦然。攀岩这项极限运动之外的，则是生命个体对于自身能力的一次接着一次的试探。我们经常说，不逼自己一把，永远不知道自己的能力极限是怎样的。其实就是掌控与失控之间试探的生命状态。当我们逐渐强化自己这种能力试探性的时候，最终可能会加强我们的个人能力，并且创作出更好的成绩来。个体如此，群体亦然。很多科学研究似乎也是相同的道理。大量的科学实验都是在可掌控的范围之内失控，继而出现了实验的局部性失败。而这些局部性的失败，最终又积累出了经验，出现了一种量变到质变的过程，最终的结果很可能就会出现一次质变，所有的局部性失败、失控，最终凑成了一个整体的成功与掌控。人类科学就会向前一步。我们回到王一博的攀岩话语当中来。其实，在探索心境2当中，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，可以是掌控与失控轮形成对照互文关系。王一博讲，攀岩这项运动就是在拓展自己的舒适圈。
有些人是跳出自己的舒适圈，有些人则是通过努力拓展与扩大了自己的舒适圈，继而让那些曾经可能不属实的运动、学习与工作成为自己舒适圈之内的事情。舒适圈内外的关系和掌控与失控的关系也是相似的。舒适和不舒适之间有一条不可见的界限，而掌控与失控之间也存在这么一个肉眼似乎不可见的界限。但是这条界限本身并非是一成不变的，相反，它是可以被逐渐推离自己的原先位置的。比如说，拓展舒适圈，就是把这个圈子的界限推到了更大的地方，小圆变成了大圆。同样的道理，掌控与失控也是推动这条界限，让掌控的范围更大。所以，对于探索心境系列纪录片的观众们而言，大家看的不仅仅是秀美的风景、极限的运动本身，更看的是在这些极限运动当中，王一博体悟出来的那些生命感慨。王一博为什么年纪轻轻便已经在各大电影节上提名无数了呢？我觉得很大原因是演员自身的能力储备、演技的储备，甚至于哲学思考能力的储备等等。这样的演员头脑显然是为优质佳作准备的。当《探索心境2》播出后，很多观众发现，这档节目真正打动人的地方，并不只是危险系数拉满的挑战，也不只是画面带来的肾上腺素，而是一种难得的思考感。王一博在节目中呈现出的状态，不再是单纯完成任务的参与者，而更像一个不断追问、不断校准自我的探索者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哲学型探索者来形容他，不是因为他说了多少大道理，而是因为他把思考放进了行动里。在极限环境中，人最容易暴露真实状态，恐惧、犹豫、判断、取舍都会被无限放大。探索心境2里的王一博并没有刻意去战胜什么，而是反复确认边界，什么是我能掌控的，什么是必须交给未知的。他对风险的态度并非莽撞，而是一种清醒的接纳，承认失控的存在，才能更好地理解掌控的意义。这种认知本身就带着哲学意味。节目中多次出现这样的瞬间，在行动之前，他会停下来观察、思考、评估，而不是急于向前。这种慢一拍的克制，在当下追求速度与结果的环境中显得尤为珍贵。它并不是退缩，而是一种对生命、对自然、对自我的尊重。真正成熟的探索，并非征服，而是共处；不是证明强大，而是理解脆弱。王一博的哲学感还体现在他对失败与不完美的态度上。节目并没有刻意剪掉他的犹豫、紧张与不确定，相反，这些瞬间被完整保留，构成了探索最真实的部分。他并不急着给自己贴上成功者的标签，而是允许过程本身存在波动。这种允许其实是一种难得的自洽，人不必时刻处于高光，重要的是在变化中保持清醒。掌控与失控是贯穿整季的隐形主题。人类总希望掌控一切，但在自然与极限面前，这种欲望往往会被打碎。探索心境2用非常具体的方式告诉观众，真正的安全感不来自于绝对掌控，而来自于对失控的理解与准备。王一博在其中所呈现的，不是对抗未知的姿态，而是与未知对话的能力。这种能力比勇敢更难得。也正因如此，这档节目会被很多观众称为宝藏。他没有急着给答案，而是把问题留给每一个人。当你面对不可控的生活时，你选择硬撑、逃避，还是像他一样，先看清自己站在哪里？在极限环境里，人无法伪装，而生活亦然。节目所映照的，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处境。王一博之所以被称为哲学型探索者，还因为他始终把自我放在一个不断流动的位置。他没有试图用一次挑战定义自己，也没有用成绩给人生下结论。他更在意的是，这一次经历让我多理解了什么，多认识了哪一部分自己。这种持续自省的姿态，让探索不再是消耗，
而成为积累。在喧闹的娱乐环境中，这样的表达并不讨巧，却格外有力量。它不迎合情绪，不制造对立，而是邀请观众一起思考。或许正是这种不急于取悦的态度，让节目拥有了长久的回味空间。看完之后，留在心里的不是刺激，而是一种安静的震动。走到最后，我们会发现，探索心境2真正探索的，并不是更危险的高度或更陌生的领域，而是人在不确定世界中的未知感。王一博用自己的行动提醒我们，人生不可能完全掌控，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失控。理解这一点，本身就是一种成长。想对正在观看、正在生活的你说一句，也许你的生活没有极限挑战，没有悬崖峭壁，但你同样在面对选择、压力与未知。不必苛求自己时刻强大，也不必害怕偶尔的失控。学会停下来，像节目里的他一样，先理解，再行动。真正的探索，不是向外证明什么，而是向内建立秩序。愿你在纷杂的世界里，保有思考的能力，在不可控的生活中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。慢一点，稳一点，你会走到该去的地方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